爱情就像这件玩具，其实里面风雪交加，但在外面看上去却感觉温暖。世界上会不会有这样一种爱情，纯粹、持久、坚固的如同最耀眼的钻石？这其实是个设问句，我的回答是肯定有的。有人说这个年头，爱这个字只存在于新华字典里，而我却一定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绝不哭泣，没有背叛，跟一个王子死磕到底。3天前，朋友们为我践行，支持我结束网恋，来北京找素未谋面的作家男友。网恋怎么了？总有人喜欢做一些被时代淘汰的事情。这一点上来说，我和我的作家男友宋小小如出一辙。为此，他们还送了极符合我性格的铅笔，2B 的。莫非这预示了这趟北京之行会变成一次2B 之旅？你说你是活成什么地儿？老子的钱你别敢拿！说你走不走吧？狂奔下去！不会的，一定不会是这样的。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哎，明白啊，齿痕烧毁啊，牙齿全拔，硫酸混溶是吧？是啊，我现在跟着他呢。不是，你们是打算把他埋了呢，还是直接扔密云水泊？不，这事儿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他发现我了。喂，我被人跟踪了，东城大厦的地下车库。你们笑什么呀？靠！你们这帮孙子耍我是吧？行了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他们给你钱让你吓唬我，我给你2倍的价钱，你给我反击。你1个月工资多少钱？对不起，不方便回答你的问题。你们这儿有失恋假吗？什么？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们公司上市了吗？几个股东的资产状况如何？有单身的吗？这位女士，我们招聘的是一个营员和一个业务主管，我想你对我们的招聘信息有一些误会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这能接触到有钱人吗？I'm sorry。哎呀妈呀！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说什么呢 I'm sorry， 这位女士，从一开始你就像机关枪一样叨叨叨叨叨不停地问我问题，我们俩到底谁应聘谁呀？大学本科毕业，精通英语和法语。找工作呢，当然要门当户对，不然会坏了我的气质。非常好，I'm sorry。喂，对，我是 ，Hello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 ？Party 少一个员工是吗？你他妈是干什么吃的？对不起。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他们都是我的大客户，每一个人都有上千万资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行，必须1对1服务。我告诉你，下班之前必须解决问题，否则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
经理，您急着用人吧？接待钻石王老五，我最擅长了。让我给您介绍介绍我那跌宕起伏的职场履历吧。知道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？你神经病吧你！小姐，你下了单，让我去吓唬别人，别人又反过来让我来吓唬你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是不是？虽然在精神层面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啊，但是在物质世界里，如果您实在是空虚的话，还是欢迎你来本店找我的啊！记得给好评。神经病！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找你有事儿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啊！那个下一个活，再过一会儿可就泡汤了。那个，明天摸摸去。你丫有病！你走！sorry 啊 ，sorry。病啊！梅林小姐，欢迎加入大家庭，合作愉快。谢谢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临时加了一活啊。刚才那也就是经理吧？那我现在去找他。你迟到了，我已经成为美克拉美的正式员工了。好，那既然一切顺利，麻烦你把费用结一下。当，这里边是住了个傻子吗？我说我已经成为美克拉美的正式员工了，凭什么还要付你费用？用没用过，那是你的问题啊！我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说明交易已经产生了，是不是？就像你点了一桌子菜，你吃不吃，是不是都得结账？像你这样色香味一样都不淡的小菜，我看一眼就已经想吐了。我没找你要我眼角膜损伤费，你就知足吧。耍无赖是吧？我耍无赖？耍无赖的是那个迟到了还在这儿大放厥词的跳梁小丑吧？我就迟到了2分钟。按照北京的交通状况来说，迟到半个小时以内，45路都应该算准时到。哼，不好意思，数学不好，没学过您说的45路法。今天晚上我就要入职了，为钻石宫殿的 VIP 聚会服务。
我的微笑现在可是很重要的，你不要在这跟我闲扯了。到时候把我的微笑扯没了，你可是要付我误工费的，好狗不长大。30。给你。我给你打了几天电话，你都不接，啊？度假你成，你可真成啊！我没时间跟你废话啊！我要的证你给我办了吗？柏拉图时代，拜拜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喂，我不管那么多啊！周3之前这证必须给我办出来，我开个门。您好，我找宋小小。宋小小不住在这儿。哎，地址没错啊，这就是206啊。突发状况一会儿再说。宋小小是吧？嗯。他住在这儿的时候神出鬼没，邋里邋遢啊，拖欠我的房租不交钱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宋小小已经不住在这儿了。哎，哪个作家不出去采采风、找找灵感呀？伟大作家都是这么神出鬼没的。还伟大的作家，码了几个字就以为自己跟莫言一个职业了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小小，你让我进去等他吧。我们2个有约定，他没有什么事儿比我们的约定更重要。哎，姑娘，小说看多了吧你？还在这玩山盟海誓呢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没准人家就是为了躲你而消失的无影无踪的。你要想进来，成，没问题。把拖欠房租给我补齐了。你要没钱，甭再跟我说什么伟大的爱情，多神经病！你说我在这儿哭吧，没准还能招来1、2个围观群众怜惜的目光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鬼哭狼嚎的，太煞风景了吧？我今天也太倒霉了，连哭都被截胡了。你说说吧，你有什么肝肠寸断的？还能有什么事？看你年纪不大，四肢健全，不是癌症就是爱情吧？爱情。为了一个姑娘。从大学到现在，我都表白73次了，可是还是被拒。真够执着的。但是今天，从此我大哭一嗓之后，我就没第74次了，我就放弃了。我怎么那么不爱听“放弃”这2个字呢？我的作家男朋友曾经说过，放弃是失败者下的第1步错棋，多精辟！而且你都坚持了那么久，现在放弃那就不叫放弃了，那叫前功尽弃。那可是他今天都跟我说了，他就是不喜欢我，我怎么着努力都没有用，我们以后是没结果的。所有的花只需要10到15天浇一次即可，因为我们 MoMA 是24小时恒温模式的。知道了。我不记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擦书架的抹布跟擦桌子的抹布不是同一个。北
京灰尘这么大啊，最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就是我的马毛地毯。擦我的马毛地毯一定要用我买的专业马毛刷，就在厕所的第3个抽屉里。最重要的是不能用吸尘器，吸尘器会让我的马毛知道了。你还不耐烦了？每次你都说知道了，有一次你照办过吗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你掰扯，我要出门回来检查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帮我照看网店啊。摆好我的拖鞋。就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主啊！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，尤其是自己的感觉。人类是无法察觉和主宰自己所有感觉的。P.S. 这也是我作家男友的名言警句哦。他觉得对你没有感觉，是因为你所做的还没能让他有所感觉，他抓不到这感觉，所以他觉得不喜欢你。这问题还是出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在这鬼哭狼嚎的是没有用的，你应该加倍努力，继续去追。只要他还没有属于另外一个男人，你就不能轻言放弃。好多女孩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她需要有人告诉她们一个答案。你看看你，精力充沛，正值青春，哭的声音是那么的震耳欲聋。你有这力气，应该蹲到他家门口等着去。一次表白不成，就换种说法再去表白。追求真爱就得变着法的死磕。我也是男人，我有尊严，我要面子呀。在真爱面前，尊严值几个钱呀？用爱情指着脑门和用枪指着脑门唯一的区别就是，前者是自动放弃自尊，后者是被迫放弃自尊。对了，尊严值几个钱呀？万一小小回来了找不到我，那可怎么办？怎么那个房东说了几句，我还真跑了呢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加油吧！你要相信，在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相信爱情的战友存在，那就是我。拜拜。你别提这个人好了吧？那个人脑壳是不是坏掉了？找个保姆，巴不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，怎么可能呢？就这样的人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了。我就一个保姆，还得跟他兼职做店小二。对，老子不干了。哎，算了，先不跟你讲了哈，我这边还有事。您找哪位？我一定要在这儿等宋小小回来。知道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吗？你缺心眼儿吧？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小小跟我约好180天以后见面，但是他跟我说这180天都不要跟他联系。我为了不打扰他的创作，每天备受思念的煎熬，终于熬到了今天。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北京，却被那个讨厌的房东拦在了门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这180天都没有跟那个宋小小联系过？连短信都没发过一个。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相信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男人哟？我们两个确实没有见过面，但是你知道什么叫文如其人吗？看着他写的文字，我就能感受到他的气质、风度、性格、秉性。对了，我手机有一段他写的文字，我给你念念吧。曾向往才华横溢的诗人指尖的一触而蹙，曾向往展翅高飞的鸟儿眼里的千山万水，曾向往美丽夜市的恋人牵手的甜蜜幸福，
可向往终究也只是向往，没有现实的积淀，永远也无法摘到心里的繁星。读完啦，深邃吧？不懂，就因为不好懂，所以才深邃啊！哎呦，我说你啊，这年头爱上一个写字的，不如爱上一个测字的来的实在。我以前嘞，确实是见过这个宋小小几次。这个人神秘兮兮的，谁都不让进入他的房间。哎，我们房东虽然是个讨厌鬼哈，但这一点他没有说谎。宋小小确实是在半年前就溜走了，没有付房租，没有打一个电话，连个字条都没有留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可是万一他是找地方去写新书了呢？他既然跟我约好了，肯定会出现的。你既然这么相信这个男人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帮你想一辙。你能给我想什么辙啊？全北京我只认识宋小小一个人，现在他也不见了，我马上就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境地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让你合情合理合法的住在这儿。哎呀，很简单，我呢帮你做2张订单，一个嘞是入住，一个呢是续租。谢谢你购入1元入住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啊，不用签约，不用交钱，这样也行啊？你可以做主吗？订单就是凭证啊！哎，咱们都是北漂，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嘛。你呀，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，等你的作家男友凯旋归来吧。可是那个可恶的房东，他不会找你麻烦吧？我本来就是个小时工，根本没有义务帮他看店的。他既然非要让我帮他看店，那出了差错，我可不负责任的。唉，从小也没读过什么书，这小数点出了差错，把这1万块钱打成了1块钱，我也不想的。这要怪啊，就怪我那个老派的父母不让我读书。你呀，就那个啥，渔翁得利。对，渔翁得利。耶！宋小小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喂，妈。儿子，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。不是。怎么就又过不下去了呢？行了啊，见面再说吧。这是什么？大白天偷拍一个妞，我知道了，小小肯定是在这里采风，然后不小心拍到的路人。不是狐狸精，不是狐狸精，不是狐狸精，不是狐狸精。小小该不会还在这里采风吧？我应该到这去看看，
没准儿来个浪漫的偶遇什么的。泰坦尼克号里面，白富美抛弃了高富帅和屌丝跑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学美术。哎，文玉，你脸怎么了？跟谁打架了？我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。如果你们可以很好的处理清楚自己个儿的问题，就算帮了我大忙了。我知道，结婚离婚的手续费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咱能不能别总玩那么没新意的游戏啊？儿子，你也是成年人了，你知道，我跟你妈妈在性格上，不是很合适。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吧？啊，婚姻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呀？你说你们离婚复婚这都多少回了，数都数不清了。能不能不要再给民政局的同志们添麻烦了，成吗？我在这儿，我的他在这儿，中间有一盘红烧肉，既好吃又可以发微博。反正这次我们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想到离婚。每次感觉过不下去就要离婚，每次感觉分不开就又要复婚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跟你妈妈在爱情观上有冲突。爱情观？你们俩连自由恋爱的时代都没怎么赶上，现在反倒讨论起爱情观来了。我声明啊，我不是反对你们俩离婚，我是不支持每次你们俩离婚的理由。上次是因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俩对山楂树之恋的见解有分歧。别避重就轻啊！那叫有分歧吗？你这明摆着就是想到了上山下乡那红颜知己了。你别说这个事啊！我不是让你们翻旧账啊！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你们离婚的理由都在形而上的领域里边转悠啊？我需要的只是更有说服力一点的理由，比如说家庭暴力啊，我爸有小三儿了，我妈水性杨花等等等等。我需要的就是一个让我可以接受的理由，仅此而已。反正肯定得离。这不用你说，当然要离，必须得离，板上钉钉了。宋小小，我住你的房，睡你的床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一定要变成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，让网恋的光辉照进现实吧。我要瘦成一道闪电。
脱成这样让别人看，你喊什么呀？我还没报警说你私闯民宅呢。请你从这秤上给我走下去，走下去。这可是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回来的，兼具测量体脂和体重的功能。还好，秤还没有坏。冷静下来吧。我想问问你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胖成了一堵墙。我想告诉所有为情所困的女孩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男朋友失踪更可怕千百万倍的事情，那就是有一条牛仔裤穿不进去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天下午我已经把你拒之门外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还有为什么在别人家里穿的如此之清凉？这不是别人家，我就住这儿。收拾东西，赶紧走出去。白纸黑字，1年。如果你毁约，我就去投诉你的店。你想讹我是吧？现在我算是明白一些了。你洁癖龟毛，用北京话说就是事儿逼。你的保姆无情地报复了你，而我坐享其成。知道网店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啊，无所不能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我专门帮别人解决疑难问题，3教9流我都他妈认识啊！你要是现在不给我搬出去，我告诉你，我治你的招多了去了。这位店主，你不是无所不能吗？我拍你的单，你帮我想想一个纯情少女怎么对付一个凶神恶煞的房东吧。看着，我已经给你拍照存档了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。这是我的房间，你要干嘛？谁允许你在我们家墙上乱抹乱画的？你用的是环保涂料吗？你知不知道这种味道会对我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？还画的……我含一对天发誓，我要是不把你好从你赶出去，我就誓不为人。各位，刚才就在5分钟前，我接到了大老板的电话。他说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巡查工作。我要求你们现在打起200分的精神。你们几个去准备欢迎词，一定要热情洋溢一些。剩下的人马上跟我去新产品的展示区，一定要做到那里一尘不染。各位，战斗已经打响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很好，开始吧。房东大人，今天起，小女即将在这里等着夫君归来，未经允许，请勿擅自闯入。P.S. 墙上的画算是我的入住礼物。30年后，假如我成为毕加索，你会非常庆幸曾经与我同居1年。分手代理其实很好理解，你想分手啊，我们提供解决方案，按绩效付款。比如说，在你身边安排个小三儿啊，让对方知难而退。当然，这个小三儿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可以考虑聘请专业演员，或者你罗列出对方的不足，我们聘请专业的编剧对其进行加工整理，然后制造你们吵架的矛盾点，让你有充足的理由分手。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诉求。我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的男朋友很好，他也很爱我，但是我现在必须跟他分手，可是我又不想伤害他。在你刚才的这句话当中，我听出好几处矛盾的地方，所以我才想和你当面聊。与其说跟他分手，不如说是一种委婉的方式，把他解放了。你们这是招人吗？对，你可以先填表。我看你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工作时间谢绝搭讪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？退货。记录上显示你已经退过很多次货了。而且每次退货之后都会再花钱买回去。这次也一样。先生，这不妥吧？你总这么来回来去的退货，那岂不是在免费戴这枚戒指？15天之内无条件退换货，我可是按照你们公司规定来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哎。我看你真的特别眼熟啊，先生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如果你一定要搭讪的话，请你不要用这么俗套的台词。和我搭讪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你的资产证明摆在这里。说实话，我挺同情你们这些削尖了脑袋、拼命想往上流社会钻的小姑娘。这样吧。有需要找我，我给你打个狠折。天生丽质难自弃。我们的口号就是帮你变得更完美。当整形的价钱都已经和白菜一个价了，刀削脸就像刀削面一样普通，所以不整形反而是一种特色。签字。我改天再退。别跑！
家记住啊，玻璃啊一定要擦的像没有玻璃一样啊。你看这里还没有擦干净，到这儿。经理，经理，干什么呀？要慢慢的来啊，要注意素质，不要这样着急，好吗？微笑，有人把新品展示区给弄坏了。你说啥玩意儿啊？哎呀妈呀，你还能不能干点啥事儿啊？这大老板都来了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有人寻仇，丑妻夺命，连环追杀。寻仇？我是谁？经理，我是傻子吗？你骗傻子呢？啊！到了干爹的年轻，没有干爹的实力，就知道发号施令。就是，这明明是恐怖分子把这儿炸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就是我的恐怖分子。你们是干嘛？你们是想弄死我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一会儿大老板来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们，5分钟之内必须把这儿打扫干净，否则别干了。这都干什么呀？这太不像话了！你们这。谁说搞艺术一定要烧钱呢？